把花生米用陈醋泡一泡，这种做法你试过吗？不要小看它哦，这可是老一辈们留下来的土方法，包含了他们的智慧和结晶，解决了很多朋友的大烦恼。做法简单、省钱又实用。可惜这个方法很多朋友并没有试过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。花生米有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吃，要么生吃，要么炒着吃、煮着吃，甚至是炖着吃都可以的。因为花生米它营养价值特别的丰富，尤其是喜欢喝酒的朋友，总会炒上一盆花生米。俗话说，花生就酒，越喝越有。而今天在这里为大家分享一个花生米的新鲜吃法。我相信很多现在的年轻朋友并没有试过这种吃法，甚至于都可能没有听说过。那么赶紧跟着视频来看一看，并且这种做法，花生米无论大小，像这些颗粒比较小的花生米也不用挑选出来，不像炒花生，如果不挑选出来就会炒糊，而大大的影响口感。话不多说，咱们进入主题。先准备一把花生米，第一次不要太多。当然，在用之前，咱们需要把花生米清洗一下，并且清洗花生米的过程中，建议撒上一勺淀粉或者面粉之类的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，尤其是市场上的花生米，其实特别的脏。因为很多购买花生米的朋友都会用手摸起来看一看，而且在售卖的过程当中，难免有许多的灰尘跑到花生米里面去，因此我们建议用一些淀粉来洗，这样才能把表面的灰尘洗得干干净净。因为淀粉它的吸附作用是非常的强。清洗上一小会儿过后，我们可以看一看水是不是已经开始变得特别的浑浊呢？说明这个方法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因此，以后买回来的花生米，无论是炒着吃、炖着吃，我们都要清洗干净哦。然后把洗好的花生米放入另一个大碗当中，然后再次加入一些水来淘洗一下，直到洗花生米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看一看，经过第一次用淀粉洗之后，现在的水是不是已经变得非常的清澈了呢？那么现在就已经差不多了。最后，我们把洗好的花生米捞出，然后全部放入一个盘子当中，盘子尽量用大一点的，这样方便我们把花生米全部散开。然后尽量把这些叠加在一起的花生米给它扒散开。因为这样才有利于控干花生米表面的水分。当然，我们可以用电吹风把表面的水分吹干，也可以在太阳底下晾晒。而个人建议用纸巾来擦拭表面的水分就可以了，因为纸巾它的吸水性是特别的强，分分钟就能把表面的水分给它稀释干净。因为这里我们不需要花生米有多干，只需要表面处于不滴水的情况就可以了。来看一看，现在就已经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把花生米给它倒入一个容器当中，如果没有，我们可以像我这样用一个干净无水的小碗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找出家里面的醋，尽量使用这种老陈醋会更好，因为老陈醋它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，它的主要成分有醋酸、乙酸、氨基酸等等。当然啦，如果实在没有，也可以用香醋来代替。个人建议用陈醋，效果会更好。接下来把陈醋倒入花生米当中，直到将花生米浸泡为止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容易，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，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。然后用筷子搅一搅，你的朋友就会问了，
为什么要用筷子搅一搅呢？个人认为这是习惯性的，因为就算不搅，花生米也能完全的浸泡在醋当中，像现在就已经差不多了。而这样泡好以后，当然不能让它暴露在空气当中，这样会导致陈醋当中的成分挥发掉，并且也容易变质。因此，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保鲜膜把花生米给它包裹起来，尽量给它包裹的密不透风。这样不仅可以防止陈醋当中的营养成分挥发掉，而且也可以让它们泡制出来的效果会更好。这样包裹好以后，咱们只需要给它泡2到3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。如果温度较高的地方，建议放在冰箱里面冷藏。当然，如果低温地区，我们也可以在常温底下来浸泡，也可以的。泡好以后，咱们把花生米端出来看一看。先撕开保鲜膜，你会闻到一股特别浓郁的陈醋味道以及花生米的香味。咱们可以夹出花生米看一看，每一颗花生米都已经被泡得发胀了，说明花生米当中也吸收到了足够的陈醋汁，并且这样做出来的醋泡花生米，吃起来它不仅有花生的香味和醋的味道，而且口感也不怎么酸。那么到底要怎么吃呢？其实非常简单，我们只需陈醋一勺，放在碗中，我们就可以吃了。一天也不需要吃太多，吃上个10颗左右就可以了。而且我们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搭配面条、包子、馒头、粥等等一起来吃。朋友们不要小看醋泡花生这种做法简单，可是它的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。它可是老一辈们留下来的土方法，包含了他们的智慧和结晶。坚持这样吃一段时间，会给你带来大大的惊喜和不同的发现。并且我相信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吃过醋泡花生的这种做法，那么你可能会知道它的作用。你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。而如果像现在的年轻朋友并不知晓，那么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，因为在这里该说的不好说。当然，我相信你知道它的作用过后，肯定会来试一试这种吃法。也希望这种做法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